好的，来看看今天给大伙带来的是一个这个非常实惠的视频啊。咱们这视频也是循序渐进的啊，也就是说越来越难啊。比如说咱们现在呢是正常的进玩法，它进什么呢？先是进地，然后进10连1命。其实这个跟大伙讲一下啊，就是说它不进血，然后呢也不进气儿，不进血不进气儿。应该说啊，就是说可以用气儿，也可以用那个血，也可以吃血，所以说他这个1命通关呢还是可以的啊，还是能打的。然后到时候呢还有什么进道具、进血，对吧？或者然后呢1币通关，还有就是比如说像什么啊，连气儿都进了啊，连气儿都进了那种啊，1币通关那就非常变态了。这个呢是传说中的《西游释厄传》的 Super 版，这个版本呢10连呢就是乾坤10连斩的意思啊。就是所谓的这个乾坤10连斩，然后呢，老沙的这个人牛在哪儿呢？就留在他可以选择，对吧？用这个，比如说他战 A， 他这手战 A 呢，这个是歪轴攻击，攻得非常好啊，非常的厉害。他的玩法你可以看到，用这个普通的这个冲刺必杀来打，其实挺嘚儿的啊，我个人感觉。好了，被人一顿连招，反正看起来好像微面的样子。其实正常来讲呢，不放道具啊，对于新手来说就特别的难。这里面要跟大伙儿讲一件事儿啊，你想啊，你细想，首先你是进地的，那这样的话呢，没有这个所谓的这个灭啊，没有灭啊。当然了，咱们谈不上灭，因为咱们可以遁入大幻魔的幻境，当然这是其中的一个点。还有一点呢，就是什么呢？毕竟啊，咱们说这个进地，你就是有的时候像什么时间不够了怎么办？加时器不够了怎么办？啊，这也是。还有就是打 BOSS 输出的时候有小宝啊，这也很难受啊，很难受。好，来看看，其实打小兵的话就单 A。我操，大哥你别闹了，打这个小兵直接就是用这个小必杀来打啊。好，还是得有气儿啊，有气儿才是真正关键的时候啊。这里跟大家伙讲一下啊，操作者是这个李小文啊，之后还有很多比较变态的视频，都能给大家伙展示一下。其实这个游戏呢，我个人感觉还是越玩越熟吧。这个游戏对于新手来说特别的不友好，它不是说你有了气儿，或者说是不会攒气儿，或者说怎么练必杀的问题，它难点就是这个游戏的判定点，它完全不像那种闯关游戏那么顺畅啊，它就是比较有延迟性的那种感觉，而且击打的这个效果呢是比较梗。就是我们说话就比较轴啊，对吧？非常轴，这就非常难受了啊。这个版本也是杀无尽强势嘛，无论是第1代的初版还是这个 Super 版，都是老沙牛逼啊，老沙 good job， 确实屌啊。好，这边就用普通的小必杀来打了，他都不用，对吧？都不用原神出鞘了，看不看见？而这里面跟大家伙讲也是这个超级难啊，这个也是要超级难的，因为你要用普通的简单难度，那气儿无限，超级难还是挺屌的啊，兄弟们。好，遁入幻境，没有灭啊，咱们没有灭。第一关对吧？第一关就是传说中的土克水，对吧？土克水，这样的话还好，没有小兵啊，简单啊。跳这张手要再跳这张手。释厄剑，兄弟们知道什么吗？就是刘邦斩白蛇起义的时候用的那个剑啊，叫释厄剑啊。这蓝色的有点像阿拉丁神钉是吧？阿拉丁神钉是没错的啊。他玩的还比较实惠，他没有用那些特别赖的招，因为咱们这里啊。正常的话，你也可以选择用这个10连也行。好，追地，那长气的速度非常的慢啊！你看这个单 A， 这个打他的话，咱们费血的速度也是非常少啊。如果说毕竟是咱们被他克啊，如果说咱们克他的话，那就屌了啊！比如说可以克第2关的红孩儿，可以克这个最后的大水怪。打死之后，咱们还是要。阿拉丁神钉，这个为什么这个金角王的头上有点绿呢？啊，你们没发现这个金角头上有点绿吗？对吧？没毛病吧？
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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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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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好，捡起来。这个吃水也没啥用啊。升龙斩，噔噔噔噔。好，第二关枯松剑火云斗，火云邪神啊，好，好，好。好，吃水没啥用，那你还吃水？又不是我吃水啊。好，哎，水克火可以吸，用来吸 BOSS。小的时候特别有意思啊，谁的克制谁的关，然后谁就吸那个 BOSS 血。吸完了之后呢，然后这帮人呢用这个小水滴，哎，用这个小血滴，然后吸那个他的血，然后他再去吸 BOSS。啊，当当当当。红孩儿和太上老君的事儿呗，那有啥事儿啊？这东西没啥事儿，你有啥好讲的，对吧？这个事儿呢，官方没有明说啊，咱就不解释了啊。而且呢，前两天我就是说上传一个，对吧？龙马那个龙马非常无敌啊，比如来还厉害。然后结果呢，标题审核不通过，就是那个视频平台，他说你这个标题有争议啊，我就不说了啊。好比有的人拍那个什么猪八戒。然后呢，里面桥段有太上老君跟那个什么，跟那个铁扇公主，然后结果呢被人骂了，这玩意儿，而且本身嘛，无论它是真正的这个宗教还是《西游记》，说难听点，他们都是假的啊！这根本就没有这个，就是你分析这个故事意义不大，能晓得吧啊？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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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CS 老杀平安还是那么厉害吗？你看呢？你看就知道了，看一看就知道啊，看一看就知道啊。好，咱们可以进入到这个，对吧？让他进入到咱们的幻境当中啊，用，如果你去克他的话，就会非常的屌啊，兄弟们啊！哎，哎，你看他跳起来可以撇这个，哎，我这个看起来很帅的样子。老沙是噬恶剑，是什么人在我这吆喝？好，人选择还是用小必杀，元神出鞘加小必杀，会元功，这是会元功法。拍完之后估计应该直接就顺身了，到底下去了啊！血杀，再血杀，打跑了，你看。然后直接屏幕一变，变成另外一个地图。没有选择要进入幻境的意思，直接打他就行了。反正他也进不到进入不了咱们的幻境啊。这里面除了大幻魔可以强行进入任何人的幻境啊，对吧？这个强行进入，让他进入他的幻境啊，其他的是没有能力的。好，吸血，哎，你赖不赖？你就说赖不赖？吸的时候还是无敌的，直接给人吸死啊！吸完之后，我操，99连，我靠！为什么一直在血杀？就是要考虑这个一个吸血的这个路子啊！老沙这个虔诚的信徒啊，老沙有点东西啊。好，善财童子，这个善财童子长得像我家小的时候那个挂历。这绝对像那个挂历一样，那么他妈的，这怎么突然红孩儿变成那拿个金元宝？我真是服了啊！好，还让你看一首诗。大水怪是所有玩家的噩梦啊！嗯。
好呀，进10连是什么？乾坤10连斩就是10连啊，乾坤10连斩。好，还卡不了屏幕。这样的话，这个海胆王，这海胆王看起来贼像那个啊，就那种是啊，看起来就是你说你咋打他呢？你说你打他对吧？杀敌800，自损1万的感觉啊，对不对？这个刺儿碰到你不得给你扎透了呀，对不对？好，气儿满了，元神出鞘。咱们这个 CS 是不带大元神的，兄弟们啊，不带大元神的。很多人说，哎，他为什么不练大元神？就是那是群魔乱舞加的技能，这个是没有那个技能了啊。这版本摊分以前做过，但是并不是特别专业啊。摊分的话，得做那个简单版本的。好的，要死啊！我操，差一点点啊！这个毕竟是超级难，一个不小心说死就死。啊，一会儿还有条鱼，这关是水关啊，水对水，谈不上对吧？相生相克，就是水打水，所以说还好啊。好，哎，这鱼上啊，金枪鱼啥的，还有个包子。这里面这个补血的东西啊，实在是太少了，真的。补个血就吃个人参也补不了太多的血，非常的嘚儿。好，来看看金鱼精，前搓。哎呦我这一锤，他那个锤是对吧？李元霸拿过的啊，对吧？五雷鼓瓮金锤，是吧？我感觉这个鱼的大嘴唇子真性感啊！他的大嘴唇肯定是拿小金条抹的，真的啊，得拿小金条抹一下。好，看起来时间不够，但是这个元神还是挺屌的样子啊。他会发，哎，他会发保龄，这个鱼会发保龄球，你们没发现吗？特别逗啊，这个。好，看起来时间要到的样子，但是正好够。一会儿看看打啊，这个菜鸟杀手啊，他这个菜鸟杀手就相当于夏侯渊一样，这才是真正的菜鸟杀手，屌的要死啊！好，血也渐渐补满了。一会儿是先是小水怪，小水怪加合体大水怪，哎，这个小药包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就加1000分可以把你当前的气儿加满的这个东西，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？啊，它是个啥？好，加满气儿，元神出鞘，下上手元神，好，直接拍了。这里面跟大家伙说啊，不让放宝，所以说你没有气儿了，就还要重新加气儿。好，合体吧，兄弟！赌，好，在上方加血吞，哎，一个把另外一个吞了，吞完之后呢，变成对吧？水怪先变小，躲一下，躲这个小全屏，追地，好，躲他那个上天入地钻啊，好，再。哎，直接躲一下。他练这个小对吧？四周旋势的那个小旋风的时候呢，你得用技能躲。变小呢，只不过是可以持续时间长一点。其实你只要把第一时间判定躲了，你就可以取消掉了，不需要这个躲太长时间啊。只要是关键的一个判定点。好，就是普通攻击打就行，卡住了啊。好，变小，哎，选择用血杀了。给自己血加满啊，给气儿加满。你看高手打这玩意儿，它就是不一样啊。
那打就是不一样。要原神吗？没有，就是 A， 感觉 A 比原神合适。变小，啊，给自己变成一个大腕，一会儿混元弓也够用了啊。好，向上一躲，跳起来斜下臂就是混元弓啊，不需要用别的了啊。他想直接给他用一个小必杀给他打死。你看，我就说最好还是混元弓啊，这把一顿哈都肯拍死就完事儿了啊，默默该啊。小药包啊，年糕、蟠桃、舍利、猪头肉、大补药，奇银合欢散，含笑半步颠，如来大佛棍，淫荡琵琶小喇叭，淫荡奶奶色岳父啊！这个名起的都非常的狠，这种该说不说的啊。好，师徒一行人乘巨龟过河，狮驼岭啊，不对，车迟国啊，狮驼岭去了。先车迟国，然后盘丝洞。这里面只是不让放宝，然后呢不让用这个十连斩而已啊。十连斩是很猛的招式，兄弟们。如果是之前咱们大家伙有那个会玩的人啊，就是提醒了我狼，这个群魔乱舞十连斩呢可以一直用，但是呢十连斩没这么厉害，它封不了 BOSS 招，就没有封印 BOSS 招，就打的时候可以对吧？不一定连得上，这 BOSS 可以说躲过去啊，可以练招，封不了。而这个西游射传 Super 是可以这个封招的，那这一下一比就不一样了啊，兄弟们。好，来看看。一顿追，左 A 右 A 加左 A 右 A 啊，打到一定程度上，他就会那个，你看，就必须得抖，他要不抖，给人一种感觉可以一直 A 的样子啊。鹿力大仙、羊力大仙、虎力大仙，这个下跳帅啊！感觉老沙这个禅杖是不是像那个什么？就感觉好像你看那个鲁智深拿着禅杖啊，很帅的样子啊。好，在这个阳历大仙这个，你看上面一堆那个香炉，然后卡住这个位置，明显就是日照香炉生紫烟啊。你看卡住了，感觉这就是游戏当中一个 bug 啊！你说这阳历大仙好像傻一样，对不对？阳历大仙是真的傻。好了 ，BOSS 拿了个光剑，那刚才那个拿的也是一个光剑啊，只不过带棱角的，这个就是正常光剑。然后虎力大仙是拿了一把大环刀，你说老沙多赖吧？如果你看他能 A 到，你看他能 A 到这帮 BOSS 和小兵，哎，你说这个 A 多厉害吧？这个 A 变态到一定你受不了这个 A， 你看你精神病啊！这个设计。好，直接 A 死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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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就是歪轴狠啊！而且这小兵好 A， 其实吧，就包括咱们看玩那个群魔乱舞 ，A 小兵好 A 4下能 A 死，这里面 A 2下能 A 死，但是他的那个 AI 好像不太一样。来看看狐狸大仙手里拿着大刀啊，这是3尖2刃刀是不是啊？这就是2刃刀啊！
就是老沙这个 A 是真尼玛赖啊！狐狸大仙，我感觉你看咱们玩正常的游戏，感觉这个先是车迟国，然后再是那个然后再是那个大水怪啊，就玩那个群魔乱舞。但到这里面就是，包括第一代也是，它这个反而变成第4关了，那感觉就怪怪的了。这关好像对于这个大水怪来讲，好像这关比大水怪要简单的很多啊。这老虎好像连一个全屏 AOE 都没有，显得有点微妙啊。好，一顿大残障啊，一顿怼，这个怼死了，有点羞辱了这个啊。不是，这个追地是正常的，不是 bug 啊，都可以追的啊。包括你像那个，他是这么铲，孙悟空是拍啊，追地这个无限追啊，这个是一个路子，也有玩法就是禁这个的，就不让追的啊。谈不上耍赖，因为毕竟还有小兵。哎，你看这个唐僧啊，看这唐僧太狠了啊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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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就这个小包，感觉因为里面是药包，这里面肯定是什么各种参茸补品是吧？它不是补血的，是加你内力的。这是蚂蚱子啊，地喇蛄、蝗虫什么的。这蜘蛛精手里的小妖居然都是虫子，他不怕他老板给他吃了呀，兄弟们，对吧？他那妖精，你说他过来还打那个取经团队。什么螳螂啊什么的，你说这些东西，你说他蜘蛛不吃他们吗？对不对？蚂蚱子，好，给那个给兄弟们去腥。妖怪有本事放马过来，人家说我们是蜘蛛啊，我们也没有马呀，对吧？也没有马呀，真是啊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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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一会儿有那个蒙面女侠啊！我操，感觉这个声音真脆声啊！干啥了，搁这儿？好，我寻思搁这抽风呢啊！直接乾坤10连斩吧，那个直接会员工，我操，这什么鬼？好 ，A 一下，然后被叼走，被叼走啊！就这个。好，来蒙面女侠，跑到上方那个骷髅那儿，也可以跑到他身后打。不是无伤啊，不是无伤啊，没进 AB 也没无伤，不是无伤啊。满血通关就是通关的时候是满血的意思啊。如果要是无伤，那可牛逼了。那无伤，他别说无伤，他进血他都牛逼了，何况是无伤呢，兄弟们啊！毁元功法，9、10。我感觉特别喜欢看这个蜘蛛侠。哎，蜘蛛女侠用那个必杀，然后来打到秒杀。如果他打到咱们啊，他就一顿的观音坐莲。我告诉你啊，老帅了这个必杀。不，他还有更牛逼的啊，他还有更牛逼的。好，土克水，土克水，哎。这蜘蛛侠都中毒了，感觉看起来啊，是不是直接中毒了？好，无限追，看，哎，没好，看没见？这技术对吧？节奏不够，不行。这一顿铲啊，哈！打死之后还得再打死一遍啊！老沙就这么低，就第一关和这一关，哎，你看那个姿势，那个姿势看不看见？那个姿势可以直接就是真的是一顿做啊！
噔噔噔噔噔噔噔啊！死的声音非常销魂啊！死的声音确实非常销魂。哎呀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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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拍。好，来看看蜘蛛王下来啊！这个蜘蛛王感觉说句实在话啊，它在水里面的时候就是一棵不会走路的大树，但是在这个陆地上，哎，你看啊，它就感觉非常大了啊！这个蜘蛛有点东西，而且配合小兵还会葵花三式，感觉这招特别赖啊！你看，这是只要1级就行啊，只要1级这个气儿满就可以练这招啊。可以不打白眼魔的啊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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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蜘蛛会走出屏幕，当然了，它这里面颜色是这样的。如果是1代正常的话呢，它就会走出屏幕的话，它不仅是那什么，而且色还是紫色。好了，快死了，时间也快到了。好了，直接 A 死。其实这个就是也是要技术啊，就是你打伤害的过程当中，一定要成功几率比较多，否则一个不小心，你看你对吧？你这个时间不够了怎么算？你放不了宝，就不能放加湿器，对吧？你放不了加湿器，你懂的啊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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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直接一会儿啊，先是狮驼岭，然后老鼠精，最后火焰山。感觉这个地图走的劲劲的啊！狮驼岭这，快出来跟你老祖宗交战！一会儿地上那个骷髅还能站起来，你往前一走啊，那骷髅会直接合成。啊！但是2下就死。啊，刚才吃了个青团啊！嘟，先把气儿长成2个差不多，啊，先长成2个差不多。一会儿呢，直接啊长成3个，看一下，坐等大鹏王啊！大鹏王就这么点血，这个设计的太嘚儿了啊！啊，结果被出了，直接会员功法。这会员功法打的血不是特别多啊。这个是金生水啊，金生水。咱们是水属性，它是金属性的关卡啊。MD 魂斗罗也做了不少了，其实我告诉你啊，基本上我做的太多了，你们看的少而已啊。
好。好，追地小兵，哎，你看后面那个小兵，哎，左右追，这打节奏打得好啊！那小兵想来干扰，就是左右 A 一下，不亏的啊。现在已经没有能遁入咱们幻境的了啊，就是让咱们遁入幻境的，除了最后一关。当然，咱们也可以让让他遁入咱们的幻境啊，当然只能说是这个意思。不知道他是不是怎么打？如果他选择遁入幻境，被遁入幻境的话。那也一样，毕竟老沙是克制这个最后一关的啊。新手玩个吞噬天地会解说吗？至少目前是不会，因为时间太长了，而且太无聊了。那个版本那个 BOSS 的血管不想无敌了啊，感觉它不是无聊，它就是我跟你说，有的游戏是啥呢？玩起来是真好玩，但是看起来是真无聊。真的啊，就这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啊？吞噬天地那个一个不小心动辄2、3个小时，我操！好，一会儿看看白象风靡面。这个白象就是这个阴阳五行，这个哎。就是这个碑变成白象了啊！好，追地，哎，没追上，直接拍，一会儿遁地了，强行遁地啊！这个象啊，直接遁地，然后咱也遁地，你看这地下这个坑咋来的啊？都不知道。先血杀一下，哎，又开始了，又开始锄大地了啊！哎，血杀没有，他选择下跳左右，还好，小兵前 A 左右啊，前 A 左右也可以踢到兵。这个地图实在是太狭小了，所以说这个小兵很讨厌啊。大象手里拿2把板斧，是吧？白象名字叫李逵，对吧？逵爷啊，黑旋风白象，血杀啊，该血杀要血杀。这个地方小兵很讨厌啊。好，但是最终还是 A 死了，因为这个 BOSS 呢一管多一点点血，居然不给加血的，我操！不给加血的，3横。不是，中间啊，短长短啊，不是3横，记错了，那是前啊，那是前挂。我去，跳 A 延迟效果。哦，密码梦。噔，大人参，哇！哇，滚你妈！这个人参需要加了将近1管血啊，是狠，好都坑。好，直接先走，不扯这个逼事儿啊。这个人参是满血，没见着加满呢，能加80%的血吧？他刚才本身也没有费太多血。再加上没加满，相当于就是反正是能加不少血吧，就是啊，有气儿吃才加的多，有这个说法吗，兄弟们啊？老沙是不是吃人？这么说吧，孙悟空也吃过人呢，对吧？老沙吃的是取经人啊，吃的是取经人，很多人说是唐僧的那个。前世全让他给吃了，9个前世啥的啊！好，这个 A 实在是太变态了啊！呀，人头骨头汤，看没看见？这个感觉这个骷髅泡澡泡的贼舒服啊！你看，泡的贼舒服啊！
啊，上方也有个人参。这青狮精，哎，追地追地追地追追追！哎，这是个卡怪的好地方嘛？你看，卡住歪轴，哎，但是咱们能 A 到他，他 A 不到咱们，你说这气不气啊？你说啊？两把井中月，好，这是用魔法来打败魔法。扔个大宝塔，变回来吧，对吧？别扯了，钢蛋儿啊！好，哎，这一个波发的。没有那个武器也可以追地啊，咱也不知道怎么说，捡起来。这个大狮子也曾经是大闹过南天门，张起血盆大口就要生吞10万天兵，10万天兵避其锋芒，选择了暂时撤退。这个狮子觉得自己无敌了啊，说自己，对吧？去南天门啊，这个满天神都怕我啊，这么个事儿。所以说他不虚孙悟空，但是呢，跟孙悟空的斗法斗了好几个回合，无一例外全是他输了啊。事实证明，这个青狮王和白象他俩确实整不过孙悟空，但是呢，那个大鹏就猛了啊，那大鹏太屌了啊。好。这为啥是菩萨自己来？按理说应该是文殊普贤加，对吧？他俩的坐骑。这个鼠精逼婚记，镭射眼鼠精啊，那个老鼠精长得不好看啊，老鼠精长得像我以前同桌。天上只有南天门，每次都去南天门。当然了，他妈的去北天门能打得过真武大帝啊？谁去本天门你去你去北门去吧，这么找死吗？那不是啊？只有南天门是懒闲子，记住了啊！好，一打就是镭射眼啊！你说不去南天门，就是你走这个路线，你想他妈玩，你走路线，你想走一个最难路线，我操！都是欺负南天门，对吧？都是欺负南天门，哪有去北天门的啊？你扯犊子吗？啊！太乙救苦天尊，如来啊，五方五老。其实五方五老这么跟你们说吧，观音和如来在天庭的地位啊，其实是一样的啊，就是说他俩的在天庭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啊，这个不叫职权啊，应该叫做这个衔儿啊，应该叫荣誉的这个衔儿，或者叫一些地位啊，是一样的。五方五老嘛。他没有太乙救苦天尊那个厉害啊，他俩，太乙救苦天尊手底下的那个坐骑就是谁？就是那个九灵元圣，是另外一个狮子精啊。这个狮子精有挺多，你看有九灵元圣是最厉害的，然后有刚才那个青狮王，还有那叫什么国家来着？那个狮子被淹了啊，那个叫比丘，不是叫比丘国，那什么国来着？有个道士啊，是狮子精变的，把那个国王推到井里了，那是啥玩意儿忘了啊？啊，乌鸡国，对，乌鸡国啊。有人说这真想不起来啊，这玩意儿你这知识啊都学杂了，对吧？什么都得掌握呀啊。好，这个大尾巴。大哥，你 A 尾巴，那你就一直 A 呗。对呀，他想找到这个点，然后可以这么打啊。好，直接走啊。副本刷多了都记得。
光玩《梦幻西游》也不行。我说你得记得三国的东西啊，就非常难受了啊。好，这个地方没有火云刀怎么打？血杀打，有人参，打够老鼠才行啊。正常是要放火云刀。嘟。好，没啥搞不搞得定的啊。这个你们看似孙悟空对吧？说好像这个打不过那个打不过，有的他不是打不过，有的他不是打不过，他是不想赢。孙悟空的战斗力啊，这么说吧，孙悟空不算法宝的话，战斗力在整个这个西游世界里，就武力值啊是最高级别的啊，就是很厉害的，是吧？是很厉害的，无论是对吧，他的技能、他的兵器都很厉害的。他的法宝不厉害，他的速度不是最顶尖，但是综合实力都是排到一线顶尖的啊，一线顶尖的，是这么个意思。但是呢，你这玩意儿，你有的时候他就是能赢，他也不想赢啊，他也不敢赢啊，他能杀他也不能杀，他不敢杀，对吧？很多人就说，你看那些没有背景的是吧？说整死就整死了啊，这玩意儿你咋说啊？青牛精他不是说打不过。说白了啊，青牛精他妈的，你说白了，你每一难说是难，其实是渡自己。那这么厉害个人物，手底下拿着这么厉害一个兵器，谁也不敢惹，连如来都不敢惹，你敢惹啊？你不扯犊子呢吗？啊，那是再见了，直接就啊。好，血杀。看过原著你们就知道了啊，看过原著就知道那个青牛精啊，那个青牛精，对吧？那是怎么才能过去的那一难呢？就是在正面交锋，他把所有人都叫来，包括他自己，哎，怎么地他也赢不了了。后来是在原著里是怎么过这一关的呢？对吧？是这个如来呢，对吧？如来呢是拿了很多金沙啊。这个据说分析啊，这个金沙就是真的是黄金做的山。就说你想来我们对吧？这个东土大唐来对吧？弘扬佛法。你像我们这本土有道教，咱对吧？你想来这里搞事情，那两件事，第一，咱们就要对着干，对吧？咱们不是一个帮派的，对吧？道义上不一样，要来干可以无所谓，是吧？毕竟呢，咱们都是。跟那个玉帝搞好关系，玉帝很多人说玉帝是道教的啊，这个是两码事。玉帝是他属于啥呢？属于这个应该算是政府的领导人，他不是说宗教问题，当然一定要有宗教这个说法啊，对吧？你比如说你像那个欧洲那个天主教，什么基督教什么的，对吧？你看他们都有什么主教，前一阵那个法国那不还有那个性侵那个儿童的啊，这玩意儿集体下跪啥的啊，那玩意儿有的人想要当国王，你必须要经过主教的同意。你看那个憨豆先生2还是憨豆先生啥的，是吧？他想要当上那个国王，都得有这个各种地方的主教，无论是英国呀还是哪个国，都得人家有教皇或者说主教同意，是吧？啊，怎么样的，是吧？这个也是一样的，对吧？他是用了好几座金山去换的这个取经团队安全度过，懂吧？啊，所以说就是这个意思啊。但是咱谈不上啊，妖怪这种东西吧，很多人说什么叫妖怪？你比如说红孩儿是妖怪吗？哎，你看这个胸，看这个胸，红孩儿是妖怪吗？他是善财童子的，不是妖怪。铁扇仙是妖怪吗？那都叫铁扇仙，叫铁扇公主，听起来不是妖怪，那他又要叫对吧？罗刹女，对吧？又叫罗刹女，他吃人呢。你说那个对吧？如来是吧？那个如来他舅舅。啊，虽然说不是亲舅舅啊，咱说这个意思。你说大鹏、对吧？还有孔雀大明王菩萨，对吧？你这都是他是动物就是妖怪吗？不是吧？啊，这玩意儿妖怪这个定义是看这个执政权啊，执政方说你是神仙，你就是神仙；说你是妖怪，你就是妖怪，你不要扯，好吧啊。
牛魔王后台硬不硬不知道，铁扇公主后台是硬啊。铁扇公主到最后她都根本就没有受到任何的惩罚，兄弟们啊，没有受到任何的惩罚。很多人说，那铁扇公主那么硬，为什么看着管不住老牛？那个老牛为什么还要找那个玉面狐狸？这里面呢，对吧？大家伙都知道啊，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啊，对吧？你比如说，你像那个玉面狐狸，他爹是妖界里面最有名的富二代啊，不叫富二代，玉面狐狸是富二代啊，2代千金，他爹是整个妖精里面最有钱的，没有之一，就是有钱啊，首富啊，兄弟们啊，这个妖精是代表什么呢？就相当于自己有这个你是经商也好，是有黑帮势力也好，总之就是有钱啊。老牛这对吧？你以为老牛傻呀，对吧？老牛就是那种左右摇摆不定的，他的错误不是因为什么得罪了孙悟空啊，他的错误呢是把谁都得罪了。他跟这个人啊也好也不好，跟那个人也好也不好，对吧？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啊，立场不明确，就很难受。好的，要吸血了，水克火啊，直接一手吸血，直接90多连。牛魔王兄弟多，牛魔王朋友是多啊。牛魔王他甚至跟另外一个非常牛逼的妖怪，这个妖怪叫什么呢？叫九头虫，对吧？说叫九头虫，据分析啊，可能是一种鸟，9个头的鸟。这个在《山海经》里面也有记载啊。这个，但是呢，这个他的结局呢是什么呢？他的结局呢是被这个二郎神啊，被杨戬一箭，对吧？就咔咔就射掉了一个脑袋，然后他就跑了。往西边跑去了，但是跑完之后呢，这个猪八戒要追孙悟空，以往孙悟空碰到这种妖怪没有明确背景，所谓的没有明确背景的妖怪，孙悟空一般都是追了，但是孙悟空就跟猪八戒说，对吧？穷寇莫追。第一，肯定不是打不过啊，对吧？有杨戬在，他比背景，你能比过人杨戬吗？对吧？啊，比背景那不怕。爱追这哥仨就去追了，按理说就该追了，但是为啥不去追呢？肯定是有事儿，对吧？你以为对吧？老孙对吧？孙猴子你以为他傻呀，对吧？他该知道咋回事就知道咋回事了啊。他西方是有背景的，对吧？很多妖怪你看似没有背景，你看没有背景的妖怪他怎么能对吧？按照我们理解，他怎么能跟这个所谓的这个龙王啊，对吧？这个当这个女婿，很多人说啊，《西游记》世界里所谓的龙王。啊，只要是龙就是面懒闲子啊！这句话呢，虽然说不假啊，但是呢，对吧？龙凤在一起，你看凤凰地位就高，龙地位就低嘛，其实也不是特别低，兄弟们啊，对吧？毕竟人是王，但是呢，龙王也有分很多王，比如说有河龙王，有江上的龙王，有湖里的龙王，还有井里的龙王。你这个井里的啊，就他妈的是吧？就你妈离谱啊！这个东西啊，不。很多人说《西游记》的龙是拿来做菜的，这个酷炫这个说啊也是没毛病，这个是原文是有记载。但是龙分很多种，咱们说这个鲤鱼跳龙门，对吧？比如说你像那个当时这个黑水河里面那个妖怪啊，那个西海龙王的这个妹夫，对吧？他孩子啊老妖是吧？这么说的，说我们的龙子龙孙都被他打捞干净了。啊，对吧？有人说可能说这个什么龙肝凤胆，说的好像劲儿的，但事实上所谓的这个凤，可能就是说，一些鸟，或者说对吧？这个，比如说成了道行的这个鱼，这个东西。当然龙呢还分很多等级啊，比如咱们说什么有有长了脚的，有没长脚的，对吧？然后有脚，对吧？这个它有脚有腿，这腿上有几个肘。啊，比如说有3爪、4爪、5爪金龙，这又不一样，这不懂啊，这玩意儿你要让我说呢，我还得真的做点功课，你让我现在说还真说不明白啊。一条龙服务我，是不是啊？瓦龙会提臀，是很瓦龙啊！你看这个火龙，它是4爪的，看不看见？4爪的瓦龙啊，这个龙呢有脚有翅膀啊，看起来有点像欧洲的龙啊，有点像西方的龙啊。这个火龙是有点东西啊。反正情况就是这个情况，咱唠西游吧。我狼说实话，其实呢，我狼并不是一个出色的宗教学的一个
一个研究的这么一个业余的研究家，因为我本人啊是比较排斥宗教的这个排斥宗教的这种模式啊，这种模式，宗教呢的好处呢是在，对吧？在以前科学还没有普及，甚至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，还有很多迷信封建的人。这个时候呢，有很多好一点的宗教啊，比如说像咱们认为的，比如说像一些佛教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啊，像这种啊，它毕竟呢能使人，对吧？人心向善，但是有的时候再向善，它有一些让人洗脑的地方，也确实是不好。到现在为止，还有人觉得是吧？我觉得我要怎么样啊？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咱们呢该敬这些这些鬼，对吧？鬼神什么咱不说啊。你像这个《西游记》，很多人拿《西游记》当正史，那就不对了。还有很多人小孩玩那个王者荣耀对吧？就认为这个历史是什么样的嬴政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嬴政是法师中路，对吧？你这个就很难受还以为孙悟空是真事儿，你这玩意儿就没法说了啊。好，再追一会儿，大幻魔才是关键啊！到目前为止，你看都没变血。现在你知道它最难的地方是什么吗？因为它禁地，它不能放加湿器，这点就难了。一会儿时间不够了啊，这就很难受了啊！好，兄弟们。你们说科学的尽头是神学，一定要记住啊！神学和宗教学是两个东西一定要记住啊！神学和宗教学是两个东西啊。安琪拉是历史上的谁？安琪拉都不知道吗？安琪拉就是安陵容。安琪拉战队啊，好，你遁入我的幻境吧，水幻，又开始，你看我们的长气速度啊，长气速度非常快，为什么要血杀？我们可以吸的血，吸大眼睛啊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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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再血杀，好，把气儿长满，长气儿很快啊！再血杀，准备好吸。这个玩法其实有点像玩火，有时候一个不小心容易把自己整灭火了，兄弟们。是安陵容，祺贵人是吧？乌拉那拉氏啊，乌拉那拉，安琪拉啊。好，他这个燕楼是啥意思？咱们如果把这个气儿长满，还可以再遁入幻境了。一个不小心，一会儿让他遁入咱们幻境了啊！血杀。不血杀很危险啊！好，变小，再变小，练这个也行。好，再给自己气儿长满，玩火感觉啊！吸，我们现在吸完的话，可以选择再遁入他的，再遁，血杀，这个小蝎子很讨厌啊。好，遁入幻境，双遁，毛病轰，血杀，时间又重置了，你说赖不赖啊？这就是时间为啥够，看不看见啊？好，吸，这吸的时候浑身红的感觉啊，100%，我去！好，混元功，我操！我尼玛，这哈都很发的，这机关枪啊，兄弟们！好了，唐僧出来了，
208万一命通关，最后没费血啊。当然，事实上呢，这个也可以打进血的。如果说玩的好的话，有的时候费血，它主要是血杀，它不血杀还真不行。说这个玩法呢，只能说是一币啊，一命的话有点不太靠谱啊。在最后呢，也是感谢我们的李小文，还是感谢大伙儿的收听。如果大伙儿喜欢我狼解说，可以点击屏幕上的关注和订阅来支持我狼。我们就下期再见吧。